贝卡，贝卡丘，贝卡丘。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上次自从盘点了真丝手里最强的6只神奇宝贝，就有人希望我盘点一下爱男手里最强的神奇宝贝了。但是爱男手里能盘点的神奇宝贝真的不多啊！无论是在神奇宝贝特别篇，又或是在神奇宝贝 TV 动画中，爱男几乎全是用的一只喷火龙。唯一一次爱男展现自己手里所有的神奇宝贝，就是在卡洛斯联盟决赛的时候了。本期视频就是根据卡洛斯联盟决赛时的场景所做出来的排名。如果各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话，那就说出来吧。第6名，班吉拉。班吉拉是爱男在与小智决赛时第一个被派上场的。班吉拉曾经是公认的准神，照理说实力肯定是不差的，但是在皮神的主角光环下，还是败下了阵来。由于没有任何胜绩，所以就放在第6了。第5名，灰奥哥。爱男的灰奥哥是雄性的，在速度上要弱于同种族的雌性，但是在这场比赛中，他的速度却跟小智猎鹰不相上下。在决赛中上演了一场不错的空战，最后双方打成了平手。我在想，小智要是派上雌性的灰奥哥，是不是就能赢呢？第4名，马纽拉。马纽拉是爱男第2个派上场的，他的对手是小智音波龙。本来音波龙是处于优势的，但是却因为对方的一发极动光线扭转了局势。当时我是真没有想到音波龙竟然输了。最后虽然小智摔跤音打赢了他，但过程也并不是那么轻松的。第3名，披斩司令。披斩司令一上来就差不多秒了小智的摔跤音，随后又被爱男换下了场。在下半场比赛中，披斩司令对上年美鹿龙，当时年美鹿龙使用球雨，一度占尽了上风，可是没想到最后却中了披斩司令的大招剪刀断头台，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另外这货还削弱一部分忍蛙的体力，要不然最后都有喷火龙的时候，忍蛙可能还不会输呢。第2名，巨镜怪。虽然巨镜怪在决赛的时候是直接被小智的皮卡丘打败了的，和班吉拉一样没有任何胜绩，但我还是决定将它放在第2位，毕竟它的出场次数是除了喷火龙之外最多的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小智初次对决时，他当时还只是一只金属怪，不过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打败小智的音波龙了。第1名毫无疑问就是爱男的喷火龙了。爱男的喷火龙原本是布拉塔洛研究所的神奇宝贝，后来经过了博士的同意，爱男就带他出去旅行。在神奇宝贝特别篇中，爱男的喷火龙无疑是其中最强烈的存在了，一路过5关斩6将，打败了许多同样可以超进化的神奇宝贝。不过最让人称赞的，莫过于爱男为了变得更强，用喷火龙同时挑战10个可以超进化的神奇宝贝了。这个过程真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第一个对手就是 Mega 后的妙阿花，因为其后脂肪的特性，导致喷火龙喷射火焰的威力减弱，所以还让喷火龙中了毒。好在最后因为等级的优势才险胜。后来喷火龙又陆续打败了8位对手，而最后一位则是火系的4天王帕奇拉。说实话，爱男这场还能赢，实在是有点超出我想象了。毕竟喷火龙本来体力就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再加上对手还是4天王的超级黑鲁加，但最后还是凭借着所谓的信念和羁绊打败了对手。所以总的来看，爱男的喷火龙真的是特别的强，怪不得总有人把他和赤野的喷火龙拿来比较。至于孰强孰弱，我个人还是觉得赤野要牛逼一些的。不过这样一来也就能理解爱男为什么只凭一只喷火龙就闯入了卡洛斯联盟半决赛，还有就是最后为什么能打败忍蛙了吧？毕竟小智那个时候的战斗力应该还是比不上4天王的。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希望大家能点个赞。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